什么情况？日本选手竟敢在中国挥舞军刀砍人动作，看似手中没有刀，实则杀人诛心莫过于此，并扬言中国人根本不配和日本人打比赛。真要是让我在擂台上碰见中国人，我见一个砍一个，我会亲手将中国选手的脑袋砍下来当球踢。此番言论就是出自来华挑战的横尾和也口中，他把嚣张二字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这家伙的表情中不难看出他不屑的表情，看来日本狂人是真没把中国选手放在眼里。嚣张狂妄的言论彻底惹怒了中国狼兵后裔蒙国东。不仅如此，蒙国东还是古壮拳唯一继承者，蛮横不讲理的重拳挫败了很多日本名将，曾单枪匹马杀入日本东京，仅用7天时间就杀了个7进7出，待到红旗满天下骂他东京赏樱花，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蒙国东的精彩表现，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日本狂徒来到中国打比赛一点都不消停，竟然敢在出场时挥舞军刀砍人动作，这个动作是1万万中国人最愤慨的动作。蒙国东身为广西狼兵后裔的一员，岂会坐视不管？比赛刚开始没多久，日本选手就开始在蒙国东面前晃来晃去，真不知道这家伙哪来的自信，竟然敢主动挑战拥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蒙国东过渡拳王，临时的金腰带持有者实力非常强啊。蒙国东呢是代表问津国际局这直线蹬腿非常漂亮，时机抓的特别准。这两位选手，蒙国东后手不错，给他。对，经过几十秒的试探之后，蒙国东开始压进横尾和也内围做动作。不过日本选手还算有2把刷子，一直在蒙国东面前晃来晃去。受到干扰的蒙国东并没有发起大举进攻。然而蒙国东面对日本选手赛前的发言，此时的内心已经被激怒了，只是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对横尾和也发起猛攻。次的和日本选手对抗的经历，对。两个人还是在试探状态，并没有进入这个真正的这种实打实的。小心小心啊！刚刚这个不小心是让对方拿了个背啊！不要搅上去，别着急，顶住，头下巴拦住，后手前面缩点这说明横尾和也有一定的水平在。稳扎稳打的蒙国东正在极力寻找横尾和也的防守漏洞，多次的重拳命中，让横尾和也开始畏惧蒙国东。此时的横尾和也和比赛刚开始的横尾和也判若两人。然而蒙国东可不管横尾和也是干嘛的，只要敢来中国发起挑战，必然会让他有来无回。蒙国东等待这一次重击等待了很久，终于找到机会，如愿以偿实施了出来。蒙国东这个后手非常的准啊！又是对，慢慢来看准，把距离控制好这个时候是特别需要冷静的时候。此时的蒙国东已经打上头了，面对已经倒地的日本选手，蒙国东照样没有停手的意思。要不是裁判及时上前阻止，恐怕横尾和也要陷入昏迷了。不得不说，日本人的抗击打能力堪称金钟罩铁布衫，不管被打成什么样，都能顽强站起来，重新投入到比赛当中。然后这右拳，蒙国东的后手实招，漂亮，结束了。嚣张的日本人彻底被打服，依偎在围绳旁大喘着粗气，根本不敢用正眼看蒙国东。不愧是古壮拳的唯一继承者，用杀人如麻的重拳再次斩杀了一位日本狂人。此时的蒙国东正在享受观众带来的欢呼声。中日对抗赛是中国拳迷最热爱的一个赛事，不仅可以鼓舞现场观众的激情，并且还可以让日本人见识到中国人不服输的性格。我们要保护运动员，所以说裁判按照我们自由搏击的规则叫停了比赛。好，比赛终究是比赛，下面选手请就位，我们来宣布本场比赛结果。OK，Blue。刚刚获胜的蒙国东没有得到片刻休息，当即就收到了日本方面送来的挑战书。这家伙比横尾和也嚣张100倍，虽然出场时没有挥舞军刀砍人动作，也没有做出令人作呕的怪异之举，但这家伙在赛前的行为属实有点过分。面对中国媒体的采访，当即就对中国拳坛下发了誓杀令，并扬言在击败蒙国东之前逃离中国的中国选手，
他可以选择饶中国选手一条命，不逃离者将会被打得鲜血直流，小命不保。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永远都是愤怒的，尤其是来华挑战的日本狂徒，一个二个都特别的嚣张。这一次遇到蒙国东算是久保正哉的不幸，他和横尾和也的关系不一般，据说是同父异母的异姓兄弟。此次来到中国打比赛，不仅要为横尾和也报仇，更多的是要让中国拳坛付出血的代价。殊不知，久保正哉连一个回合都没撑过去。双方这个数据啊都差不多，战绩一个是22场，一个是26场。那么年龄呢相当，今年都是24岁，身高呢只有1公分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双方在数据上加一些比赛场次上都是非常接近的啊。是的。那蒙国东的整个比赛风格呢还是泰式的踢拳打法啊。那但是蒙国东面对日本人的态度永远都是往死里打，不留有任何生还的余地。此时的日本教练还很严肃，不停地在给久保正哉出谋划策。然而蒙国东的打法完全就是不讲理，只要让蒙国东逮到一个机会，那么日本选手的狗命恐怕就要交代在这。这个真的算是对于65公斤级金腰带这个比赛来说是卷土重来的一名选手，因为16年、17年他都是奔着这条金腰带而来。哇！蒙国东连续组合拳，最后是一记的后手直拳。给久保正哉造成的这次读秒，我们看这下很重啊，因为是连续3到4拳的。被击倒一次的久保正哉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在蒙国东的重拳威逼下，久保正哉再一次倒了下去。台下的日本教练没有了以往的严肃，脸上的表情更多的是失望。蒙国东的重拳又不是小儿科，打在日本人的脑袋上那是绝对的刚强有力，不被当场打昏迷也算是久保正哉的运气好。哇，这个久保正哉真的是 Glory 羽量级排名排到第11位的选手，所以说也是实力非凡。但是他今天呢，他碰到了一个跟他也是同样是一个反架的选手。我们知道久保正哉比较擅长后腿的这个扫踢，那么今天碰到蒙国东的这个出扫踢的这个身体的位置可能有一些不太顺。那么但是蒙国东这2场比赛全部都是以 KO 的方式结束，并且都是用拳头将其打服。然而这2次胜利并没有让蒙国东停下脚步，在中国打日本人不过瘾的蒙国东，则是准备3个月之后去往日本东京，是要在日本东京杀他个片甲不留。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蒙国东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